巴黎奥运会的乒乓球男团决赛刚刚结束，最终中国队是以3-0战胜了瑞典队，获得了冠军。如果你没有看这场比赛，你可能觉得3-0是不是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？其实并不是，因为每一盘都打到了3-2。比较有戏剧性的就是决胜局，最终中国队都是比较轻松的获胜，这也是一个看点，可能也是一种偶然。对我来说，这3盘球中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第2盘，樊振东对莫雷高德。两个人上一次相遇应该是在单打的决赛，我觉得这一次的碰面，樊振东赢的属于相当的艰难，应该是困难程度大于上一场单打。莫雷高德这名球员，我觉得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在2021年休斯敦世锦赛的那一场决赛是樊振东战胜了莫雷高德，当时是比较轻松。那么时至今日，3年过去了，我觉得莫雷高德整个的技术体系，包括单板质量，都有了明显的提升，对于中国队的威胁也不可同日而语。莫雷高德和欧洲的这种传统球员不太一样，咱们欧洲传统球员是什么样呢？一般来说，小球比较粗糙，但是单板质量比较高，相持能力比较强，尤其在中远台的对抗能力是相当的强。那莫雷高德呢，其实有一点亚洲球员的这种特点，打法是比较细腻的，而且呢打的是比较浪的。这个浪呢，我们首先能想到的就是一个许昕，一个泥巴，这两人的手法都属于比较细腻手感相当的好。那么许昕和泥巴相比，他尽管也是浪，但是他整体的实力明显很强，他单板质量很高。你像这个泥巴属于他不浪不行，他就得靠手感。这个身材比较矮小，身体素质也比较一般，所以他只能打一些变化球。那莫雷高德不一样，莫雷高德的单板质量其实属于相当不错，而且呢，他这个手法细腻程度、变化程度一点不照泥巴差。那么这场球当中，莫雷高德这个反手变化是属于相当的多。你看在相持的过程当中，他能对撕的时候呢，他可以节奏的变化。怎么变化呢？就是他可以撕长的，他可以撕高弧线这种短的，让你接不上力。然后樊振东起下旋的时候，无论是正手拉反手拉，你拉到莫雷高德的反手，他有一把敲，这个敲非常闹心经常打球的人可能知道，你对方要是防过来，这种贴防我们还可以借点力。这个敲过来的球虽然它没有下旋，但是它是非常沉的，你要是想借力很容易就下网。这种球呢，你就需要人往前去多向前上去摩擦，靠你的主动发力。那么这个球在比赛当中其实给樊振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。另外他这个反手手法有的时候呢有侧切有反手抹这两个也很难受，这个在比赛当中是屡试不爽，也属于给樊振东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。樊振东这场球我觉得比较吃力的地方，接发球这块我觉得接的不是很好，就是莫雷高德这个发球，他全场基本上大部分球都是发在樊振东的正手短，而且比较靠他的右侧比较靠外，你想上来拧不是很好拧。他发的呢基本上就是顺旋转的一个小侧旋勾手的一个小侧旋。你说你去挑这么远的距离，你去上步挑还挑不出来质量。你说去摆，你稍微控制的不好，高一点直接就被人上手。所以说樊振东这个反手拧在接发球这个环节，这场球基本上没怎么用这是一个比较吃亏的地方。原来都说莫雷高德的反手的能力不是很强，他这个能力不是很强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单板的质量并不是很高，他主要是靠变化节奏的变化、落点的变化、旋转的变化来牵制樊振东。这整场比赛樊振东打完了之后，我觉得有点像你之前跟马林打，是不是都知道国家队说跟马林打完你得拿个桶就上旁边吐。樊振东我觉得这场球打的就跟莫雷高德这场打完我觉得也有点恶心，你这个有劲儿使不出来，你就特别的别扭。就是说咱们上球馆打比赛，有的人你看着那样的一个打法，你就不愿意跟他玩，他就有点这种特点。但是奥运会决赛你不打还不行，就是硬着头皮打。但是确实整体呢，你感觉樊振东的实力是不是没有发挥出来，他不太容易发挥出来，就是说莫雷高德这个变化对他来说影响比较大，你有劲儿使不出来。通过这场比赛看出来，莫雷高德这3年来进步还是非常大的，因为还是比较年轻的00后，我相信在未来的5到10年之内
还会给中国队带来很多的困难，可能下一步也会是中国最需要研究的对象之一。好了，关于这场球就点评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